听说现在医院涨价了啊！你看我这块医院能不能卖2000块钱？我现在非常急着用钱。再急用钱，这医院也不能乱卖啊！你这不是一般的孙小头，这好歹也是一块上5星啊！我对医院不是太懂，这个是我10年前在手术店买的，当时也就花了100块钱嘛。10年前100块钱买上5星？对呀，这价钱确实是便宜。如果单看孙相这一面，和常见的这个小头区别不大，但是反过来看，这上面这2颗五角星，这个上5星的板存世量就少了。现在算是军阀币吧。既然不懂，那你这是咋买的呀？以前不是流行加工银生镯吗？对，那天我在手术店都是加工的，然后和一个60多岁的阿姨聊得非常投缘。她用这个准备给孙子加工银手镯嘞。用上5星医院给孩子加工银手镯，那确实是挺可惜的。拿医院给孩子加工银手镯只能说明他啥都不懂。对呀，他就是不懂。手术店老板要求给他换换。当时我看那医院看着挺好看的。直接给他100块钱买下来了。你这种行为算是横刀夺爱，人家首饰店老板想给他换换，你这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，做的有点不地道了。说实话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确实挺可惜的，但是一般人的观念又比较传统，你想给他换或者买，他一般都会认为他这个银子纯啊。对呀，他当时拿了2个，另一个毁坏了。加工出来的银手镯一点都不好看。最后我们俩聊的比较开心，所以100块钱卖给我一个。那确实用银元加工出来的银手镯弊端挺多的，因为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，手镯材质戴上去显得比较生硬，加上做工没有机器抛光抛出来的好看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你这和成品首饰一说对比，两者区别确实挺大。100一个卖给你，你确实也捡个漏吧。反正医院的来历就是这样，我也是急着用钱。你看大概能给我多少钱一个吧？你看我们常见的这个孙小头因为它是我们国内最便宜的银元，普通的才600左右。它和你这个板最大的区别就是上面这2颗五角星，然后你这个是上5星，上5星其实是最早发行的孙相小头，比常见的袁大头都早。当时孙中山才成立了临时政府，这个上5星准备全国流通的，但是在北方，袁世凯他窃取了这个革命成果，所以这个上5星的板就在当时给停止流通了。现在我们常见的这个上5星存世量极少，收藏也是物以稀为贵，你随便现在拿出来一块无上无戳的都得好几万，好几万一块吗？对，一听你这个价格，我就感慨当时确定是买少了。要多买几个的话，我现在不就是百万富翁了吗？那你要是买真币的话，确实是好几百万富翁了。但是你买真银假币的话，那我只能告诉你不会赔钱。啥意思什么是真银假币？我这个到底看着能值多少钱？你这个银元我看着确实是真银假币。真银假币的话，就是它这个材质是银的，但不是过去的老银元。可以通过整体壁面的压力来看，这种压力不行，包括它的这个包厢，还有它这个边尺，这都不行。你就是在手里边再放10年，你也没法和真币相提并论。大概市场价按银价算，也就是100-200块钱呗。不可能吧？10年前咋会有真银假币嘞？你别危言耸听。没有危言耸听，别说10年前了，你就是放20年、30年前，说实话，早就有真银假币了。你想想，我们都是做生意的，你这给我拿过来一块稀少的板，况且你的要价也不高，我肯定是有钱赚的，没必要放这现成的生意不做。所以你这个上5星，我还真要不了你了，100-200块钱，反正也不赔钱。你这还是拿回家玩吧，还是算了吧，100-200块钱也用不了几，也当你用不了几。对，我还是赚着嘛。好。俺家总共有6块银元。这个俺大哥结婚时候给2块。这个俺二哥结婚时候又给2块。这个俺还没有结婚嘞。俺妈说准备卖了嘞。这不是明摆着相骗吗？确实，谁碰到这样的事可能肚子里边都会有火气。你可以对父母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你这2块虽说都是袁大头，我看里边有一块8年，状态不错，里面还带点彩。另外一块是天津版的袁大头，味道状态还不错。不说这2块银元能卖多少钱吧，这个当父母的在孩子面前1万水一定得端平。
你说的太对了。我婆婆这个人啊，平时都特别相偏，尤其是对我大哥最好了。经常总着我大嫂去找俺二嫂的事儿。有什么好吃的，都先想让俺大哥给俺大嫂。就为了这相偏事啊，俺二嫂没有少拜他的礼。这个父母相偏啊，其实是人之常情，有时候做了不太明显也无所谓。尤其是家里边人多的话，想让大家都满意也很难。家里边总共6块银元，前面2个哥哥结婚，每人2个，到你们结婚，按理说也应该有。恁婆婆现在拿出来卖了，是不是家里边遇到啥事儿了？啥事儿也没有。他说这2年银元涨价了，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先卖了，反正钱花。这就是他七八的理由。我一听这话就不愿意了，直接上手给他夺过来，说要这2块银元现在给我们，要么把老大老二的都一块都要过来4块，6块一起卖。哎呀，你这个方法好，这叫细微之处见精神，不是这2块银元要不要的问题，就是看恁婆婆一碗水能不能端平的问题。你这个办法对恁的婆婆应该是没话可说了吧？你说的正好相反啊！我婆婆当时就很生气。她说啊，这她自己的银元，她自己想给谁给谁。说我没有过门的，管的也太宽了吧？还说我挑事儿，想破坏兄弟之间的和睦。她说她来反正是，我直接扭头就走了。其实你们如果没有结婚的话，因为这2块银元和婆婆闹别扭，真不值当了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站在你们不同的立场，好像你们俩说话各有各理。如果一味的僵持下去啊，毕竟你这还没有过门，这终归啊，这也不是办法。我也知道这样闹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但是为了快到手的几十万，我也不甘心啊。你说过日子时间长着嘞，谁非和钱过不去啊？快到手了几十万，你这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你这俩银元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银元，袁大头总共发行了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，按发行存世量最多的就是这个3年。你这里边就有一块3年，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天津版。因为当时招币厂在天津，这个发行量是最多。在民国那时候，这就是1块钱的面值，相当于现在的500、800块钱吧，数以亿计。而你这个平级组合也有分 ，XF45的原汁原味状态，现在行情价也就1000多块钱的样子吧。不可能吧？人家都说1块银元顶几十万，咋可能都值这钱？你这不能一味的道听途说，具体能值多少钱，你得拿过来找我们专业人士打听一番才能知道大概。你这另外一块大头，这是里边最贵的8年，这个8年它的发行量比这其他年份更少。你这个状态也不错，最起码笔面全深大，你看多少还带一点彩，还带包奖。虽然说没给分，但是状态挺好。就这一块的话，也就3000多块钱吧。老板，你没有忽悠我吧？没有。这2块银元加在一起才几千块钱嘛？对呀。说实话，确实不多。如果因为这点小钱跟婆婆闹僵了，那也太不值当的了。你说的对，因为这点钱和父母闹别扭，太不值当的了。反正也不是啥值钱的东西，你可以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想卖你都让他卖去，有这几千块钱你也发不了财，没有这几千块钱呢也饿不穷你，看开点就行了。毕竟了，你们还没结婚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点让别人看笑话，太不值当的了。确实，我要说顶几十万的，我给他要过来了，只这点钱算了，我也给他去吧。对，别因为这老婆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谢谢你，老板。没事。